在中国两三千年的历史中，虽然每一次都是周边民族征服中原农耕民族，但每次的结果却是农耕民族同化了外来征服者民族。这其中深层次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今天我们继续读《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第5章，历史上的穷与富这个部分。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精神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第5章，历史上的穷与富。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都充斥着贫富之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体现在拥有农业力量的民族与没有农业力量的民族之间，或是不同时期获得农业力量的民族之间的冲突。并不令人奇怪的是，地球上很多地区从来没有出现过粮食生产，这是因为生态原因。这些地区直到今天依然难以或不可能发展农业。例如史前北美的北极地区既没有农业也没有畜牧业。在欧亚大陆的北极地区，唯一的粮食生产方式就是放牧驯鹿。同样，在远离灌溉水源的沙漠地区，如澳大利亚中部和美国西部的一些地方，粮食生产也不可能自发地出现。然而，真正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在一些生态条件非常适宜的地区，直到近代才出现粮食生产，而如今这些地方却成了世界上最富饶的农牧中心。其中最令人费解的地区包括加利福尼亚和美国太平洋沿岸的其他一些州，阿根廷的无数大草原，澳大利亚的西南部和东南部，以及南非好望角的大部分地区。欧洲移民到来时，这些地区的土著居民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如果我们回顾公元前4000年的世界，那时粮食生产在其最早的发源地已经出现了几千年。我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一些现代的世界粮仓当时并没有出现粮食生产。这些地方包括美国所有地区、英国、法国的大部分地区、印度尼西亚以及非洲赤道以南的整个地区。如果追溯粮食生产的最早发源地，我们同样会感到惊讶。这些地方如今已经不再是主要的粮仓，甚至有些现在被认为是干旱或生态退化的地区。例如在伊拉克和伊朗、墨西哥、安第斯山脉、中国部分地区以及非洲的撒赫勒地带。为什么粮食生产会首先出现在看似贫瘠的土地上，而直到后来才在今天最肥沃的农田和牧场发展起来呢？同样令人不解的是，粮食生产出现的方式也存在着地理上的差异。在某些地方，它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是当地人驯化本地动植物的结果；而在大多数其他地方，则是引进了别处已经驯化的作物和牲畜。既然那些原本没有独立发展粮食生产的地区，在引进了驯化的动植物后，立即变得适合史前的粮食生产，那么这些地区的族群为什么没能在没有外部帮助的情况下，通过驯化本地动植物而成为农民和牧人呢？在确实独立出现粮食生产的地区，为什么出现的时间差异如此之大？例如，东亚比美国东部早了几千年，而澳大利亚东部则从来没有出现过。在史前时代引进粮食生产的地区，为什么引进的时间差异也很大？比如，欧洲西南部比美国西南部早了几千年。此外，在引进粮食生产的地区中，为什么有些地方如美国西南部的本地狩猎采集族群，采纳了邻近族群的作物和牲畜，最终成为了农民；而在另一些地方，如印度尼西亚和非洲赤道以南的许多地区，引进粮食生产却导致了灾难。外来的粮食生产者取代了当地原有的狩猎采集族群。所有这些问题都关系到不同的发展阶段，正是这些阶段决定了哪些民族在历史上贫穷，哪些民族富裕。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
我们需要弄清楚如何确定粮食生产的发源地和出现时间，以及特定作物或动物最早被驯化的地点和时间。最明确的证据来自对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植物残骸的鉴定。大多数驯化的动植物在形态上与它们的野生祖先不同，例如驯化的牛和羊体型较小，驯化的鸡和苹果体型较大，驯化的豌豆种皮较薄且光滑，驯化的山羊角呈螺旋状而不是弯刀状。因此，如果在一个有明确年代的考古遗址中识别出驯化动植物的残骸，就强有力地证明了当时当地已经有了粮食生产。相反，如果一个遗址只发现了野生物种，并不能证明有粮食生产，只能说明与狩猎采集生活相符。当然，粮食生产者，特别是早期的粮食生产者，会继续采集野生植物和捕猎野生动物，因此他们遗址中的食物残骸通常既包括驯化种类，也包括野生种类。考古学家使用碳14年代测定法来确定遗址中含碳物质的年代，从而推断粮食生产的时期。这种方法的原理是，碳是生命的基础物质，其中含有少量放射性碳14，它会衰变为非放射性同位素氮14。宇宙射线在大气中不断生成碳14，植物吸收大气中的碳，其中碳14与普遍存在的碳12同位素保持着一个已知且几乎不变的比例，大约是1比100万。植物中的碳会进入食草动物的身体，再进入以这些食草动物为食的肉食动物的身体。然而，一旦植物或动物死亡，它们体内碳14的含量每隔5700年就会衰变一半，直到大约4万年后，碳14含量变得极低，难以检测，也难以与少量现代碳14污染区分开来。因此，可以通过计算考古遗址中出土材料中的碳14与碳12的比例来确定其年代。放射性碳测定法面临许多技术问题，其中有2点值得一提。第一个问题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碳14年代测定法需要相对较多的碳样本，这远远超过了小种子或骨骼中碳的含量。因此，科学家们通常不得不依赖测定同一遗址附近发现的相关材料来确定年代。这些材料被认为是与食物残骸同时被遗弃的，通常选择的是烧过的木炭。然而，考古遗址并非完美的时间容器，无法巧妙地密封所有同时遗弃的材料。不同时间遗弃的材料可能会混合在一起，因为蠕虫、啮齿动物和其他自然力会扰乱地层。因此，燃烧过的木炭碎片最终可能与几千年前或早或晚被吃掉的植物或动物残骸靠近。如今，考古学家们越来越多地使用一种叫做加速质谱分析法的新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这项技术使得碳14年代测定法能够测定极小样本的年代，从而可以直接测定一粒小种子、一块小骨片或其他食物残渣的年代。近年来，一些碳14测定年代是基于这种新的直接方法，当然这种方法也有自身的问题。另一些则是基于旧的间接方法。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发现这2种方法测得的年代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由此产生的一些悬而未决的争议中，对于本书主题而言，最重要的可能是关于美洲粮食生产出现年代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间接方法测得的年代远远在公元前7万年，而较近的直接方法测定的年代则不早于公元前3500年。碳14年代测定法的第2个问题是，大气中碳14与碳12的比例并非严格不变，而是随着时间波动的。因此，基于不变比例的假设来计算碳14测定年代，通常会产生小错误。原则上，可以通过古老树木的年轮来确定过去每个年代的误差程度，通过数年轮可以得到每个年轮在过去的确切日历年代，然后分析用这种方法测定年代的木炭样本，确定其中的碳14与碳12比例。这样，
就可以校正实际测得的碳14年代，以估计大气中碳比例的波动情况。校正结果是，对于表面上未经校正的年代介于公元前约6000年至公元前约1000年的材料，精确的经过校正的年代要早几百年甚至1000年。最近有人开始用另一种替代方法校正一些稍早的样本，这种方法基于另一种放射性衰变法，其结论是表面上年代约为公元前9000年的样本，实际年代约为公元前11000年。考古学家通常通过大小写英文字母来区分校正过和未校正的年代。例如，校正过的写作3000 BC， 未校正的写作3000 BC。 然而，考古文献在这方面可能很混乱，因为很多书籍和论文在报告未经校正的年代时也写作 BC， 却没有提及这些年代实际上未经校正。我在本书中报告的关于过去15000年中的一些事件的年代，都是经过校正的年代。这就是为什么读者会注意到，关于早期粮食生产的问题，本书中的一些年代与某些标准参考书引用的年代存在差异。一旦识别出古代驯化动植物的遗存并确定了年代，如何判断这种植物或动物是否确实是在该遗址附近驯化的，而不是在别处驯化后才传播到此地的呢？一种方法是研究这种作物或动物野生祖先的地理分布图，并推断驯化必然发生在野生祖先出现的地方。例如，从地中海和埃塞俄比亚向东到印度，传统的农民普遍种植鹰嘴豆，今天世界上80%的鹰嘴豆产自印度，因此人们可能会误以为鹰嘴豆是在印度驯化的。但结果表明，鹰嘴豆的野生祖先只出现在土耳其东南部，鹰嘴豆实际上是在那里驯化的。这一解释得到了事实的证明。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最古老的疑似驯化鹰嘴豆的发现来自土耳其东南部和邻近的叙利亚北部，年代约为公元前8000年。直到5000多年后，鹰嘴豆的考古证据才在印度次大陆出现。确定某个作物或动物驯化地点的第二种方法是，在地图上标出每个地区驯化物种首次出现的年代。出现年代最早的地点很可能就是驯化最早的地点。如果野生物种的祖先也出现在那里，并且它们在其他地点首次出现的年代随着与推定最早驯化地点距离的增加而逐渐推后，那就更能表明驯化物种正在向其他地方传播。例如，已知最早的人工栽培二粒小麦在公元前8500年左右出现于新月沃地，此后不久，这种作物逐步向西传播，约在公元前6500年到达希腊，约在公元前5000年到达德国。这些年代表明二粒小麦是在新月沃地驯化的。这一结论可以通过以下事实来证明：二粒小麦的野生祖先只分布在从以色列到伊朗西部和土耳其的地区。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如果同一种植物或动物在不同地点被独立驯化，情况就会变得复杂。通过分析由此产生的不同地区相同作物或动物的样本，在形态、遗传或染色体方面的差异，通常可以发现这些情况。例如，印度驯化牛中的流牛品种具有西方牛品种所没有的肉丰。遗传分析表明，现代印度牛和西方牛的品种在几十万年前就已经分化了，这比任何地方任何动物驯化的时间都早得多。也就是说，在过去的1万年中，牛在印度和在欧亚大陆西部独立地被驯化，它们的原型都是几十万年前就已经分化出来的印度和欧亚大陆西部的野牛亚种。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粮食生产在世界不同地区是如何、何时、何地发展起来的呢？一个极端情况是，在某些地区，粮食生产是完全独立出现的。在其他地区没有任何作物或动物传入之前，许多本地作物，在某些情况下还有动物，已经被驯化了。目前能提供详细而令人信服证据的此类地区只有5个：西南亚、
又称近东或新月沃地、中国、中美洲、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地区，可能还包括亚马逊河流域的相连地区，以及美国东部。这些粮食生产中心，有些或所有中心，实际上可能包含附近几个或多或少独立出现粮食生产的次中心，例如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和中国南部的长江流域。除了这5个确凿无疑的粮食生产发源地之外，还有4个地区也在争取这一荣誉：非洲的撒赫勒地带、热带西非、埃塞俄比亚和新几内亚。然而，每个地区都存在一些不确定性。虽然非洲撒哈拉沙漠南缘的撒赫勒地带无疑有本地野生植物的驯化，但那里的牛的放牧可能在农业出现前就已经开始。目前尚不能确定这些牛是独立驯化的撒赫勒牛，还是本来就是在新月沃地饲养的牛。它们的引进是否引发了当地植物的驯化？同样不确定的是，撒赫勒作物的引进是否随后在热带西非引发了当地人对本地野生植物的驯化，以及西南亚作物的引进是否是埃塞俄比亚人驯化本地野生植物的原因。至于新几内亚，那里的考古研究证据表明，在任何邻近地区出现粮食生产很久之前，那里就已经有了早期农业，但具体种植了什么作物，至今没有明确的认定。在这9个潜在的独立发展粮食生产的地区中，西南亚是植物和动物驯化年代最早且最明确的地区。同时，对于早期粮食生产而言，它显然也是拥有最多碳十四准确年代数据的地区。中国发展粮食生产的年代几乎与西南亚一样早，而美国东部则显然晚了将近6000年。至于其他6个潜在地区，最早得到充分证实的年代都没有超过西南亚。然而，由于这些地区能有把握确定年代的遗址太少，我们无法确定它们是否真的落后于西南亚，以及落后多少。下一类地区包括那些至少驯化了2-3种本地植物或动物的地区，但这些地区的粮食生产主要依赖于在别处驯化的作物和动物。这些引进的驯化动植物可以看作是祖代作物和动物，因为它们奠定了本地粮食生产的基础。祖代驯化的动植物的引进使当地人过上了定居生活，从而增加了野生植物演变为本地作物的可能性。这些野生植物原本是他们在采集后偶然带回家种植的，后来才发展成为有意种植。在3-4个这样的地区引进的祖代动植物来自西南亚，其中一个地区是欧洲的西部和中部，那里的粮食生产在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3500年之间，随着西南亚作物和动物的引进而出现。但至少有一种植物当时是在本地驯化的。野生罂粟只生长在地中海西部沿岸地区。欧洲东部和西南亚最早的农业社会发掘遗址中没有发现罂粟种子，它们的首次出现是在欧洲西部的一些早期农村遗址。相比之下，在欧洲西部没有发现西南亚大多数作物和动物的野生祖先，因此粮食生产显然不是在欧洲西部独立发展起来的。相反，那里的粮食生产是由引进西南亚的驯化动植物引发的。由此产生的欧洲西部农业社会驯化了罂粟，随后罂粟作为一种作物向东传播。另一个地区是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河河谷地区，那里本地动植物的驯化似乎是在引进西南亚的祖代作物后才开始的。那里的农业社会出现在公元前7000年中，他们利用的小麦、大麦和其他作物是先前在新月沃地驯化的，然后显然通过伊朗传播到印度河河谷，直到后来由印度次大陆土生物种驯化的动植物，如流牛和芝麻，才在印度河河谷的农业社会出现。同样，在埃及，粮食生产也是在公元前6000年随着西南亚作物的引进而开始的。埃及人当时驯化了西克莫无花果和一种叫做铁荸荠的植物。同样的模式大概也适用于埃塞俄比亚，那里种植小麦、大麦和其他西南亚作物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为了获得作物，
埃塞俄比亚人也驯化了许多本地可得的物种，其中大多数作物仍然只有埃塞俄比亚才有，但其中的一种，也就是著名的咖啡豆，现在已经传播到全世界。然而，埃塞俄比亚人驯化这些本地植物，是在西南亚驯化物种引进之前还是之后，仍然不得而知。在这些以及其他依靠从别处引进祖代作物用来发展粮食生产的地区，当地的狩猎采集族群是否从邻近的农业部族那里采纳了这些祖代作物，从而使他们自己也成为了农民，或者这些祖代作物是由入侵的农民带来的，从而使他们能够在当地更快地繁衍，并杀死、赶走或在人数上超过本地的猎人。在埃及，似乎更有可能发生前一种情况，本地的狩猎采集族群原本以野生动植物为食，现在又有了西南亚的驯化动植物和农牧技术，于是就逐步停止吃野生食物。也就是说，使粮食生产在埃及开始的是外来的作物和动物，而不是外来族群。在欧洲大西洋沿岸地区，情况也可能如此，因为那里的狩猎采集族群在许多世纪中显然采纳了西南亚的绵羊和谷物。在南非的好望角地区，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科伊族人，由于从遥远的非洲北部，其实最终还是从西南亚得到了绵羊和牛而成为牧人，而不是农民。同样，美国西南部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印第安人，由于获得了墨西哥的作物而成为了农民。在这4个地区，粮食生产的开始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提供任何说明当地动植物驯化的证据，也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提供任何说明人口更替的证据。另一个极端情况是，有些地区的粮食生产无疑不仅始于外来作物和动物的引进，而且始于外来人口的突然到来。我们之所以如此确定，是因为外来人口的到来在现代也发生过，并且与有文化的欧洲人直接相关。这些欧洲人在许多书中都描述了所发生的事情。这些地区包括加利福尼亚、北美洲西北部太平洋沿岸、阿根廷的无数大草原、澳大利亚和西伯利亚。直到最近几个世纪，这些地区仍然被狩猎采集族群占据着。前3个地区是美洲土著，后2个地区是澳大利亚土著或西伯利亚土著。这些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遭到了陆续到来的欧洲农民和牧人的杀害、疾病感染、驱逐或大规模更替。这些农民和牧人带来了他们自己的作物，所以在来到后，除了澳大利亚的坚果树例外，没有对当地的任何野生物种进行驯化。在南非的好望角地区，陆续到来的欧洲人不仅发现了科伊族人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也发现了科伊族中只有驯化动物而没有作物的牧人。结果依然是依靠外来作物开始农业，不驯化本地动物，以及现代人口的大规模更替。最后，这种依靠外来作物突然开始粮食生产和突然发生大规模人口更替的模式，似乎在史前时代的许多地区多次出现过。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关于史前人口更替的证据必须从考古记录中寻找，或根据语言学证据加以推断。得到最充分证实的一些例子表明，人口更替现象是毫无疑问存在的，因为新来的粮食生产者在骨骼方面与被他们取代的狩猎采集者有明显差异。同时，这些粮食生产者不仅引进了作物和动物，还引进了陶器。接下来的几章将描述这2个明显的例子：南岛人从华南向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扩张，以及班图人在非洲赤道以南地区的扩张。东南欧和中欧也呈现出类似的图景，即粮食生产和制陶的突然开始。这种突然开始大概也与古希腊人和日耳曼人被现代希腊人和日耳曼人所取代直接相关，就像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非洲赤道以南地区的原有居民被新来者取代一样。然而，在欧洲，所有的狩猎采集者和取代他们的农民在骨骼方面的差异不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非洲赤道以南地区那样显著。
因此，欧洲人口耕地的例子也就没有那么令人信服或不那么直接了。总之，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地区发展了粮食生产，而且这些地区发展粮食生产的时间差异很大。一些邻近地区的狩猎采集族群从这些核心地区学会了粮食生产，而其他一些邻近地区的族群则被来自这些核心地区的粮食生产者所取代，取代的时间仍然差异很大。最后，有些族群虽然生活在适合粮食生产的生态条件下，但在史前时期既没有发展出农业，也没有学会农业，他们始终以狩猎采集为生，直到现代世界最终将他们淘汰。那些在粮食生产上具有领先优势的地区，其族群在通往枪炮、病菌和钢铁的道路上也取得了领先优势。结果就是，富裕社会与贫穷社会之间长期存在着一系列冲突。我们该如何解释粮食生产开始的时间和模式在地理上的差异呢？这个问题是关于史前史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它将成为接下来5章讨论的主题。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第5章，历史上的穷与富。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